问题是军委指示。问题是我准备了1桌饭，来了2桌客人，这个饭怎么吃？东伯敌人也不过60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让卫立煌集团撤退到关内，维持了整个战争进程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原本南下攻打锦州的东北野战军101却突然犹豫不决。听我解析完当时的战场形势，你便能明白101的顾虑所在。时间倒回到9个月前，在重庆和谈之后，蒋先生公然撕毁双十协定，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。然而，抗日战争后期的战略格局埋下了伏笔。国民党主力部队大多滞留在西南大后方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华北、山东等敌后浴血奋战，建立了广袤的根据地。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，在抗战胜利后瞬间显现，我军得以迅速向东北挺进，接受日伪投降并建立政权。东北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解放军在兵力、经济、民心控制区域上全面超越国民党军的战略区，因此将战略决战的第一枪必须放在东北。这也体现了主席和中央军委洞悉全局后的睿智选择。这一决策具有无可争议的战略前瞻性，而主席更是早在1948年2月7日就已经看清了东北的局势。要想全面获取胜利，就必须率先南下北宁县，攻占锦州，彻底封住东北的南大门。然而101在接到军委电报后却犹豫了，他担忧一旦东野主力南下，长春的镇东国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主力可能趁机出击，特别是沈阳的廖耀湘兵团拥有强大的机动装甲力量，如果廖兵团出击，截断东野南下部队的后路和补给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锦州守将范汉杰统领的第6兵团更是兵力雄厚，经过长期经营，碉堡林立，易守难攻。101担心，如果东野不能迅速攻克锦州，战事陷入焦灼，那么近在咫尺的华北傅作义极有可能派兵出关增援，到时东野主力将面临锦州坚城在前，沈阳、长春之敌在后，关内援军从西侧压来的3面受敌的绝境。经过慎重的考虑，101觉得此刻攻占锦州的冒险性太高了，我们的决心不变，还是先打长春，搞攻城打援。101的谨慎和坚持，按原计划行动，让密切关注东北战局的主席十分焦急。虽然两人对将国军全歼于东北的总思路没有分歧，但101偏向于打长春、镇东国的小仗，而主席的战略思维已经从小仗转变为堵住东北的大仗，攻打锦州，封锁东北南大门才是当务之急。中央只能尊重101先打长春的决议，也能趁机看一看东野的攻坚力量。不过，主席却把话说得很清楚，有一点要讲清楚，只能说在目前情况下，先打长春比较有利，不要过分的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没有那么一回事。言外之意很简单，中央并非因为攻打锦州困难才同意你们先打长春，而是打长春现在看来没有明显害处，这是两码事。下次不要再拿困难2字当挡箭牌，话里话外都有一些敲打之意。在中央盖章同意之后，东北野战军迅速行军到长春地界，对大房山机场发起突袭101的用意很明确，希望能引诱沈阳的卫立煌、廖耀湘兵团增援，并于半路截杀之。只是没想到东北剿总卫立煌却无视老蒋的指令，固守不出，因为他觉得只凭长春一座孤城就能牵制101主力，就能保住整个华北的稳定，简直赚大发了。至于身处长春陷入重围的郑洞国兵团，只能自求多福了。然而在郑洞国兵团的死守下，长春依靠坚固的城防和空投补给，将战局僵持下来。听着，重新组织攻击，不打通郑洞国，廖耀湘兵团是不会出来的。对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一定要给我上去。我是林彪，叫肖劲光。肖劲光嘛，停止攻击，停止攻击。101也终于明白拔钉子的难度，当场否决掉了参谋长的硬顶方针。此时正在游泳的主席收到101发来的电报，立即复电表示完全赞同。1948年9月12日，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正式打响。老蒋派遣亲信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沈阳，督促卫立煌派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，与葫芦岛登陆兵力组成的东进兵团合围增援锦州。而卫立煌打滚撒泼就是不同意，谁知道葫芦岛增兵能不能到廖耀湘？如果填上，可能连个水花都看不见。请问你把总统置于何地？如果我连申述自己见解的权利都不能受到尊重，那么请问又把总统任命我的这个总司令置于何地呢？东北的形势已经引发了老美的不满，老蒋只能立即飞到沈阳督战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决定：东西合建，列举歼灭林彪主力。而葫芦岛兵力突然变得积极的举动，也很快引起了101的注意，因此101也产生了新的顾虑。我可以肯定，蒋介石
到了沈阳。如果东野继续攻打锦州，那么部署在塔山一线的仅有一个纵队，防守压力陡增。曾在四平之战吃过亏的101担心塔山一线失守，将会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，于是给军委发电报询问能不能回头打长春。简直是儿戏！先是迟迟不拦下，现在部队已经拦下，锦州外围战也打响了。因为葫芦岛增兵，其实这个变化并不大嘛。可是他又要回头打长春，只要打下锦州，他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怎么他就搞不明白呢？列车上101确实有难处，塔山一线一个纵队加2个独立师，本来阻击东进兵团就够了，但现在又加上葫芦岛4个师夹击，如此局面着实险象环生。问题是军委指示。问题是我准备了一桌饭，来了2桌客人，这个饭怎么吃？从这张东北战略形势图可以看出，红色的我们南下打锦州有被蓝军合围的危险。虽然此前毛主席为了打消101的顾虑，让华北军区的杨成武率3兵团西出归绥，杨罗耿率2兵团向北进攻承德，造成巨大声势，从而吸引傅作义去保他的老窝，让他不敢驰援锦州。然而老蒋这次却嗅觉敏锐，意识到了锦州之战生死攸关，于是亲临沈阳实施微操。一方面从关内击调62军、39军2个师、92军1个师和独立第95师海运到葫芦岛，连同援助锦西的第54军共计11个师，组成东进兵团，快速驰援锦州。另一方面，命令廖耀湘率第9兵团配合空军，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出发。而老蒋则大有借此机会一举歼灭我东北野战军主力的野心。当然，此次老蒋御驾亲征也实属无奈，毕竟总统管不住剿总，而剿总有事还要靠下级帮助求情。国民党内部积弊严重，但这都是后话。第二点，我们肯定能拿下锦州。就算范汉杰把锦州全城套上金钟罩，东野几10万大军哪怕用锤子砸，也能给他砸烂。但是，一旦我们占领了防御工事都被我军摧毁的锦州城，接下来就要面对紧随而来的东西2路的国民党军兵团，他们会反客为主，围攻锦州，那就会变成惨烈10倍的4平，锦州很有可能会成为东野的葬身之地，这无疑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。然后是最后一点，东北野战军一直是我党的主力，而且可以说是绝对主力，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，东野绝容不得一点闪失，所以101不打锦州，准备北撤也有着充分的理由。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担心，近期离锦州不过50公里，无险可守，以一个纵队阻挡敌人的强大兵团，谁有这个把握？部队已经摆开，刘亚楼提议将围困长春和沈阳的主力抽调几个纵队过来。此时的长春被我军围困了4个多月的郑洞国，正在老蒋的命令下率领10万部队主动出击。如果此时撤军，他们必定会趁机突围。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再无顾忌，势必会长驱西进。如果打锦州久攻不下，将受到东西夹击，太冒险了。而罗荣桓的内心在经过反复挣扎之后，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意见。他表示，在目前的形势下，我们攻打锦州确实有些冒险，但主席肯定是从全军进行考虑。主席早在今年2月就要求我们夺取锦州，封闭东北大门，促成全国战局大的变化。要说冒险的话，我看这个险值得冒，在这种紧要关头，应当义无反顾。101打仗一向求稳，喜欢算计，但下定决心后，立马进行的排兵布阵一气呵成。作为政委的罗荣桓也总能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作用。那么，东野林罗、刘铁三角协同互补，能否一举攻克锦州？101的战前部署锦州会战，由23纵队和6纵17师与炮兵主要力量由北向南主攻，79纵队与炮兵纵队一部由南向北攻击，8纵由东向西攻击。今天在北方担任主攻的3纵7师20团1营，以近乎全营阵亡的代价，啃下了锦州城北最硬的骨头。配水池、林罗、刘3人正在进行着总攻前的最后部署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通讯参谋突然来报，我们截获了锦州敌台情报，敌人攻占了我小紫金山阵地。从地图来看，锦州城外有一片山里，被称为大小紫金山，是东侧的制高点，可以俯瞰锦州城。如果在这里设置炮兵阵地，就能给锦州城之敌以致命打击。因此10月6日凌晨，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中，8纵23师68团攻占了小紫金山。但由于攻占的太过顺利，留下来防守的68团团长韩风麻痹大意，在防御工事还没修好的情况下，仅留下一个8连作为警卫，就带领大部队假传之犯。结果当天下午，敌军出动1个营的兵力，在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将阵地夺去。好不容易取得了这个战果，国民党的报纸电台大肆宣扬，说他们在锦州城外的要地小紫金山重创我军，取得了大捷。直到主席注意到这事，发电报前来质问作为此战统帅的101，才知道这个消息。起初101还以为又是国民党经常使用的败仗，正说伎俩。然而在刘亚楼确认之后才知道，这次还真是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。什么丢了？怎么搞的？你们的高粱米白吃了？为什么不报告？少啰嗦！我问你为什么不报告？大兵团作战，军纪要严，这件事你去处理一下，下面的责任要追究。首先是他们的司令员跑不了，好吧？喂，等一等。罗政委担心脾气火爆的刘参谋长去了，火上浇油，说不定直接能把8纵司令员段苏全给咔嚓掉。于是对101说：“还是我去一趟吧。”101默许没说话，便坐了下来。见此，罗荣桓赶紧拿上电报，穿上大衣，但这次他没有坐吉普车，而是骑马慢慢向紫金山赶去。至于罗政委为何不坐车，而是骑马，看完后面你就明白了。其实战斗还没有结束，特别
别是在这种大战役之中，敌我双方阵地争夺出现反复是正常的事。但八纵司令员段苏权竟然不第一时间汇报，东野司令部竟然要通过敌台才知道自己部队的情况，而且被南京的国军电台大做文章，让总攻锦州计划陷入了被动，这是林彪所不能容忍的。罗荣桓赶到了紫金山下，自知理亏的八纵司令员段苏权赶紧整理衣领，迎接敬礼，准备挨训受罚。但罗荣桓不仅没有骂他，是先拍拍他衣服上的灰以示安慰。接着罗荣桓对他隐瞒军情表示理解，知道他们是怕遭到野司责罚，才没有在第一时间汇报。看着兄弟部队都出色完成任务，一定是在组织进攻，重新夺回阵地。我知道，不止一个人向你建议，等夺回了阵地再向上报告，那样的话就好说了，是不是？段苏权的心里被罗政委摸得清清楚楚，只能是羞愧的低下头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既然可以这样你一言我一语，凭侥幸心理办事，那还要你们的司令员干什么？在罗荣桓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的恩威并施之下，八纵司令员段苏权心悦诚服地说：“我感谢省长，您亲自从这么远赶来，等于给我宽限了时间，在我交出职务之前，我总算把阵地给夺回来了。”这就是罗政委高明之处，他不坐车而骑马，给八纵留足了时间夺回阵地，将功补过。罗荣桓欣慰地说：“你已经有了思想准备，要撤掉你的司令员职，可见你很清楚，并没有打算原谅自己。既然这样，也就不做组织上的处理了。好了，你先回去想想，抓紧调整部署，我们锦州再见。”段苏权听到这话，羞愧地敬了一个军礼，转身就走。等一等，就这样走了，连个手都不握。古语云：“士为知己者死。”罗荣桓巧妙的处理方式，不但顺利的解决了临阵换将的问题，更是挽回了八纵的军心，提升了八纵的士气。在后面的战争之中，段苏权率领八纵顺利从锦州东侧突破，更是在辽西战役之中粉碎了敌人南逃营口、东撤沈阳的企图，歼灭了国民党5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精锐新编第11师，拔掉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所谓旗杆，进而导致廖耀湘全军覆没并被俘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。在10月6日这天，我军的锦州外围作战虽有波折，但基本目标都已完成。这里面除了我军的英勇作战，还有一个不可明说的功臣，那就是微操大神蒋先生。自前2天在去汉川的54军和林伟涛的62军连续2天的轮番攻击之下，塔山守军其实已露疲态。但就在这时，独95师，也就是赵子龙师师长罗吉，为了争功，向蒋先生提议休战1天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在这锦州城风雨飘摇、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，要休战1天。更为理了个大谱的是，老蒋竟然同意了，目的也十分简单，无非就是要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嫡系部队手中。也正是这宝贵的1天，让我军得以重新休整攻势，补充弹药，补充前线兵力，让战士们在吃上了一顿饱饭，恢复体力的同时，总结交流防守策略。不过在经过了1天的休整之后，4纵战士们即将迎来塔山阻击战最为惨烈的1天。你们的舰炮能打到塔山吗？可以，我们有24升地舰炮，炮弹充足，把它全部打出去。1948年10月10日，塔山阻击战打响，炮弹如倾盆大雨倾泻而下，瞬间夷平刚修建不久的防御工事。国军从军舰上鱼贯而下，采取人海战术，准备一举夺下阵地。而林彪也处于锦州最前线视察地形。当前的局势在于，塔山就在锦州边上，如果阻击失败，锦西的东进兵团一下就能打过来，彼时沈阳的廖兵团再从黑山压过来，就会形成东西夹击之势，那可就危险了。公瑾能不能得手，关键是塔山阻击的成败。告诉4纵，他们的纵队司令员要到师里去坐镇。